好，有關於美伊戰事，趕快來看到川普畫地圖就想要吞荷姆茲海峽嘛。這時候伊朗出招了，2枚的飛彈狠狠的打在荷姆茲海峽上面，狠狠的打臉美國。而且呢，川普現在說畫個地圖，他就想要吞荷姆茲嗎？美軍這下急了，還說呢，接下來要拿下德黑蘭的話，他們要用 B61核彈終極做一個終極的一擊，真的能有效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做深度的剖析。伊朗最新又開火了，我們要來看到荷姆茲的海峽，在伊朗這一次的飛彈狂射之下，又再次的急速升高了。我們現在來看到這個防空系統是阿聯這邊做了指控，說偵測到了2枚來自於伊朗方向所發射的這個彈道飛彈，個別是落在2個地方，包括了阿聯的領海跟外海這邊，而這一次，伊朗的目標其實很清楚，就是對準海上的航運。所以來自於英國方面呢，是英國的海事貿易行動辦公室也很火速的接受到了這個訊息，又有商船在荷姆茲遭到拋射物給擊中，而因此呢，機艙受損，還傳出了有傷亡的一個情況發生。這樣子的一個事件，可是嚇壞了不管是船東啊、保險公司或者是郵輪船長。所以我們現在來看到荷姆茲目前的船只真的是大幅快速的減少。首先我們來看到戰前每天大約是130艘左右的商船穿越這邊，但是現在只剩下6艘船開在荷姆茲上面了，超級郵輪也因此我們看到他們的保險費狂飆，單日的運價飆到了現在是來到了51萬美元的一個最新數字，創6月下旬以來最新高。而在此刻，伊朗繼續的撂狠話，他說：“美國，你如果不履行當時6月份你答應好的事情，也就是解除港口的封鎖、制裁跟對於這個伊朗的軍事威脅的話，那麼荷姆茲你就不要想了，我們永遠都不會讓荷姆茲海峽去開放的。”川普針對伊朗不斷的嗆聲，他怎麼應對呢？竟然是出了一個奇招。我們來看到他立刻的 po 上了這一張新的，在他的真實社群上 po 出了荷姆茲海峽的地圖，上面還寫 New U.S. Territory， 就是美國新的一個領土哦，他直接這樣子做，但真的有用嗎？有人理他嗎？華盛頓郵報這邊也最新做了一個報道，說美伊戰事可能改變美國在中東軍事存在的跡象浮出台面。什麼意思呢？華盛頓郵報這邊得到了知情人士消息，指出說美國可能完全的撤出波灣地區，美軍在這邊數十年的時間呢，我現在說有可能撤出，到底怎麼一回事？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首先問委員2個問題，有關於第一個是伊朗的飛彈去狂射荷姆茲海峽，這邊等於是荷姆茲現在被這個伊朗給全部的控制嗎？那川普這時候拿出了一個新的地圖，真的有用嗎？是不是精神狀況等等也有出問題？再來就是波灣地區了，美軍如果真的撤出了波灣地區，等於數十年來是當地最大的一個巨變，也宣告美軍在這邊的中東霸權正式瓦解嗎？委員怎麼看？現在在控制海峽的當然還是伊朗啊，如果不是伊朗，美軍早就退回去啦，這場戰爭就結束了嘛。因為川普定了一個最簡單的目標，就是荷姆茲海峽重新恢復自由航行啊，他其他的最近都沒提了，不斷的在講的就是荷姆茲海峽了哦。但是現在顯然荷姆茲海峽還是牢牢的握在伊朗的手上嘛。如果不是川普昨天幹嘛說要把這個阿曼炸爛呢？就是因為阿曼跟伊朗準備要談妥一個協定哦，準備來瓜分通過荷姆茲海峽這些服務費的利益了。那麼現在的狀況是什麼呢？現在的狀況是美國已經被伊朗看破手腳了，所以現在反過來，德黑蘭現在是以彼之道還施彼身啊。川普最擅長玩的叫做極限施壓，而現在伊朗要玩的也是極限施壓了。對伊朗來講，你想想看，他準備了快30年，然後呢，付出了這麼大的代價，光是領導層就死了100多個，被這個斬首獵殺掉了。那麼在這種情況之下，如果這場仗銷聲無息的就結束了，你讓美國跟以色列再準備個3-5年捲土重來，那麼伊朗還跑得掉嗎？所以對伊朗來講，現在就當然趁美國的病就要他的命啊。在這個時間不下重手，要什麼時候下重手呢？這場戰爭從一開始，伊朗就定調，必須分個你死我活了。所以他在這個時間點升高對決的態勢是可以預期的，他就是要逼美國出手嘛。看你要怎麼出手。當然，你說美國要不要用戰術核武？美國只要敢用戰術核武，俄羅斯就有正當理由在基輔丟戰術核武了啦。那麼現在就看美國要不要幹這件事。全世界大家各國都可以爭相效仿咯，因為你美國先開了這個頭哦。所以用戰術核武，美國也要面臨很大的國際壓力。
那麼因此在現在的這個情況之下，美軍幾乎在中東是無計可施了，它的基地都被打爛了，它的航母戰鬥群沒有港口可以靠港做補給，它的林肯號搞到現在這種德性，來的這個華盛頓號看起來也好不到哪裡去，然後它的彈藥又嚴重的短缺，它的兵力投射已經出了很大的問題了，所以伊朗就吃定美國這一點了。就你到底手上還有什麼牌？那麼伊朗接下來手上還有好多牌耶。我說過，不只是荷姆茲海峽、曼德海峽呢，荷姆茲海峽的2條地下這個電纜呢，一旦切斷，全世界所有的原油及其交易全部中斷，那麼這對全世界來說是造成莫大的衝擊啊！這些都是伊朗手上還沒拿出來的牌啊！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其實我認為美軍要能夠這個找到一個能夠完美的轉身退出這個戰場的可能性真的很低。因此剛才石銘講說，為什麼川普只能夠用這種精神式的勝利法呢？因為你也想不出其他的辦法來幫他解套了哦。所以現在對美國來講，他將來可能會全面撤出中東，這不是一個沒有可能的事情哦。因為如果你在看到現在的這個沙烏地阿拉伯、沙特跟土耳其跟巴基斯坦簽了麥加協議，這就是活脫脫的就是一個中東自己的北約了。所以以後中東的秩序由中東的國家自己來決定了。那麼如果埃及再加入，這個伊朗跟這個伊拉克再加入，那麼這樣的一個聯盟就足以把美軍所有的力量都推出中東了。對波斯灣的國家來說，何樂而不為呢？他本來付錢給美國買的就是安全啊，美國給他安全，或者是伊朗給他安全，他只要拿到安全就可以啊。好，這個是美國現在最在意的有關於荷姆茲海峽的問題。我們看到幾乎是由伊朗來完全掌控，甚至美軍可能退出波灣地區哦，這是今天收到的一個最新的消息。那另外一個美軍擔心的問題就是有關於濃縮鈾的問題了。來自於以色列最新的消息人士宣稱，現在呢，這個華府正在研擬一個新方法，要摧毀這個伊朗存放濃縮鈾的鎬山哦。那麼它的方法就是要發射1到2枚的戰術核武，真的有用嗎？我們先來看，因為先前美國用的是 GBU-57嘛，大家都知道這個是美軍最傳統也是最強的這一種武器哦，穿地炸彈。那當時打的是福爾多，但是要知道哦，當時只是打福爾多都沒辦法成功，現在要打的是什麼？是深埋在底下數百公里的這個鎬山哦。那它又旁邊有一些厚重的岩層保護，真的能夠打穿嗎？那所以呢，他們現在預先想到的就是說，不要用 GBU-5000了，用另一款武器。這款武器就是我们今天要特別來看的，就是 B6111，這個叫穿地型的核彈。怎麼做呢？先深入到地下，再利用核爆產生巨大能量跟震波來摧毀地下的結構。但是他們說，其實也不只說可以用這一款而已哦，因為搞不好這一款也沒辦法摧毀鎬山。最新的另外一款武器，等一下也幹哥帶我們來看，就是 B6113了。現在說正在快速的發展成熟當中，而且已經完成認證了。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可以有更精準的爆炸的精準度跟它的當量。幹哥怎麼看？這是接下來川普手中最終極的一個王牌武器嗎？好 ，B61核子彈啊，就是現代版的當年炸在廣島上的那種核子彈。它就是一種自由落體炸彈，它跟 GBU-57鑽地彈不太一樣，它是直接就這樣丟下來的。但是呢，它也是一種鑽地彈，而且它加裝了 GPS， 也就是像 JDAM， 就是說精準的那个就是全球那個定位系統啊。它雖然是一顆炸彈，但是它裝了那個配件之後，它會更精準的，不管打在什麼地方，打在十字鎬山，打在福爾多，打在納坦茲。它都有一樣的效果，而且它跟一般的鑽地彈不一樣的是，它是核子武器。如果是核子武器的話，那我們就要計算它的爆炸當量。什麼叫當量？當量就是你丟下去之後，一當量就是1000公噸的黃色炸藥。它有多大的當量呢？它可以從0.3當量千噸，達到34萬千噸啊。要看你怎麼樣裝藥而定。好，那我們現在來講一個重點，就是說怎麼會有 B61這種武器呢？ B61從 B61-5 到7到9到11到13，現在最新型的是 B61-13型的這種啊，它重多少呢？它非常小，小到你會覺得說它只有800磅而已。你看它長長的。實際上它只有300多公斤，
但是它的爆炸威力，我剛才已經說過了，相當的驚人。投在廣島的原子彈只有15000噸黃色炸藥，但是它有34萬噸的黃色炸藥威力。大家就去想，它一旦投下去的話，它對當地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當然，不管福爾多、納坦茲或者是十字鎬山，可能都是人煙罕至之地了。它不會像廣島一挨炸就死了8萬人那麼可怕。可是你有想到它的政治後果在哪裡嗎？北邊的蘇聯跟東邊的中國能接受嗎？這種事情不是你敢不敢做的問題，是你做了有什麼後果跟代價。所以拜托，我們今天看到這個外電，我真的很頭疼啊！為什麼？因為發這種新聞跟消息的人，他根本不顧後果，他也不去問國際的地緣政治現實。他說是以色列的一些這個官員放出來的消息。我告訴各位，以色列好膽他自己用，他如果不敢的話，不要推給美國。美國也不是傻瓜，我今天用了這個東西，2個國家，2個世界最大的強權就來問你。你為什麼用了？你有照會嗎？告訴各位，在核子保證毀滅的時代，你沒有照會對方的話，就是戰爭行為。對方可以進行報復。為什麼？你已經影響到我的國家的權益了。你要知道，十字鎬山距離蘇聯的這些前的附庸國多麼近，它距離烏茲別克，它距離那個還有那些。就比如說中亞的那些以前的附庸國有多近？你如果造成他們的損害的話，是不是對俄羅斯本身造成損害？那個就是宣戰了。還有對中國新疆而言，也不會太遠，頂多1000公里而已。輻射層會不會飄到那邊？我現在先跟各位講，大家還知道1986年的車諾比核災事件，到了10年以後，1996發現這個地方的那個核輻射高達1萬倫琴啊！我跟你講，只要500倫琴啊，人畜就會死掉。過了10年還這麼重啊！所以我今天如果說投了一顆 B61，我會造成多大的國際反應？這個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所以請以色列那些官員們不要出這種餿主意。你搞得全世界都很緊張。不能夠用核彈，絕對不能。川普再傻也不會用，因為連金小胖都不敢用。你說說看，川普會不會用？好，這個是來自於以色列最新情報，但是以色列從哪裡得知這個消息，這個不得而知。但是針對這樣的消息，伊朗也最新嗆聲了。他說，你真的要炸也沒有用，因為呢，這個鎬山裡面他說根本就沒有濃縮鈾。最離譜的事情是，其實確實到現在 IAEA 也從來沒有真的進去檢查過。所以呢，這個伊朗說裡面是空的，搞不好是真的。但是呢，美以的情報又說，伊朗早就把數千台的離心機搬進去了，真的是這樣子嗎？現在是伊朗在唱所謂的空城計，還是到底說這些濃縮鈾、離心機啊，這些重要設備早就已經搬出鎬山了？聶老師怎麼看？哇，這個問題大哉問。如果以色列莫薩德、美國 CIA 都找不到，你問聶元忠就知道了。那聶元忠真是承認。好了，不管怎麼說，我覺得啦，伊朗有他們的智慧啊。這個地方我們只能說啊，我們大家都知道，這個地方我們仔細爬文一下，你就知道鎬山這個地方，他們把它稱為它是一個深山隧道。那它蓋深度呢有這個80到100公尺。那這麼深的地方，當然你如果一個層樓我們說2.7這樣子公尺高好了，它有35層樓高。那你知道這有多深啊？好，那不管怎麼說，所以呢，這個情報各情報都會把它稱為叫情報黑洞。你看，莫薩德 CIA 啊，對他們的這個研究將領也好，軍事將領啊，研究科技人才都能夠馬上定位、精準打擊，這個情報收集很厲害。但這個地方他們的確現在有點搞不定，所以把它叫情報黑洞。所以你先問我，我只能說我用猜的說應該會有，但有多少我不知道。而且講不好聽，離心機和高濃縮又是2回事。他們一定是分散布局，就像我們在教財務一樣 ，diversify 嘛，都是你一個地方炸毀了，但沒有其他保命怎麼辦呢？我們資產要放在不同的籃子裡，所以它那個雞蛋應該是放在很多籃子裡。不過這個地方因為夠深夠保護哈，我覺得因為它有2個特色，一個是它埋藏極深，第二個是保護力極強，所以它這個設計是非常有保護力的。因此我覺得一定會有部分東西，它要馬上撤離也不可能，但是應該還是 diversify 有分散。不過先要講的就是，剛剛講到一個，現在講不好聽，這個東西啊是以色列傳出來的。
那是不是真的搞不好有川普講到這樣的事情？可能沒有，但是你大家講到，因為川普喜歡搞那個極限施壓嘛，他搞不好就是火了以後就講說要核炸你，哇，那還得了？因為剛剛又講到這個開玩笑，這個國際到時候的打法，這個只能你戰術或者就是喊人嘛，因為川普很喜歡喊話喊價，所以我用喊話的這個情況呢，我們就不疑有他了。說不好聽點，這個呢我們去了解了一下，不得了B61-11這個東西，它的威力有多少？你知道嗎？它當量是30萬到40萬公噸的 TNT 的當量，這個當量是當時的這個 Little Boy 啊，廣島那個當量的幾倍，26倍啊！開玩笑，炸下去還得了？當然，剛剛有講過，那個地方可能地廣人稀啊，伊朗也大，這樣死人一定會死，但是可能沒有像廣島這麼多。但是不得了，這個國際打法，我也開玩笑，你到時候的那個輻射落成，你怎麼辦啊？你旁邊鄰近國家怎麼去講你？你敢動，別人是不是也要動了？那這時候怎麼辦呢？這時候我覺得是機會應該不大了，這個因為它只是備用。當然還有一個，就是因為它沒有辦法再用 GBU-57了。大家知道 GBU-57現在剩幾顆嗎？據我所知，它原30個打掉20個，上次去就打了20幾個，現在剩下6枚，它沒辦法了嘛，它要再打只能用這個，但這個呢又有國際的限制，它的限制那個門檻太高了，所以有點困難度。Anyway， 我覺得這個機會不太大，但是不管怎麼說，伊朗啊現在把它 diversify 以後，美國真的非常頭痛。好，謝謝聶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